一口烈焰迎着面門炸開，熱浪裹着火星直撲過來，差半分心神不穩就可能引火燒身。這般以命相托的絕活，就是秦腔裡最剛烈的注脚。他作為中國梆子腔之祖，在800里秦川黄土地上吼過了數百年光陰，一招一式都刻着华夏戏曲的血性與根脈。這次雷探長循着老腔古韻深入秦川，探尋獨屬於這片土地的傳奇。此刻呢，连长来到了宝鸡的西正吴山，我们来寻找一下这个秦腔现在的一个状况啊。老師，你這個打扮的是哪個角色呀？我這打扮是財神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，財源廣進。這3位旦角啊，在一起互相幫助。您這是什麼角色呀？我這個是旦角中的這個閨閣旦。哇，我們看到這個9天玄女在那這邊揮舞長綢啊，我還以為它裡面有棍兒呢，他們沒有，這個是沒棍兒的。我覺得這個妝好精緻啊！這個畫了多久啊？這個是1個小時。要自己畫是吧？啊，自己畫。哇，厲害厲害！在西鎮吳山，我遇到了借着百年栗子樹扮裝的劇團。水袖掃過歲月，古樸繡線的味道漫了過來。一杆旌旗藏得下千軍萬馬，生旦淨末丑往那一站，扮的是戲裡人物，演的是世間百態。這是什麼角色？這是一個。我這個畫的是胡延贊。這個臉譜一般。我好像觀眾一眼能看出他好人壞人的啊，對，還是能看出來的啊。對。殺氣騰騰，人馬也動員。花臉一開槍，連山峰都跟着沉下來。秦腔的好，真不是扯着嗓子瞎喊，全靠丹田氣往上頂，高音靠假聲兜着。一字一腔都是老輩傳下的章法，早年秦人在原上隔溝種地，趕路傳話，腔調裡就練出了這股穿透力，心裡的痛快憋屈不繞彎，全在這一聲裡了。穆桂英老師，你好。哇，這身裝扮我覺得簡直太絕了，因為我覺得穆桂英特別能用這個秦腔唱出她的那種很帥氣的感覺啊。就是。您學這個戲曲學多久了？20多年了。20多年。我們從小就11歲、12歲開始學的。黃鶴樓上有埋藏，我名紫荊過江王。我其實第一次這麼距離聽這個秦腔小生啊，我覺得還是非常細膩的。這個妝很漂亮，這個眉毛都吊起來的，特別有這個戲曲感覺。劇團裡的老師說，吳山是西鎮之根，登到山巔開嗓，腔裡才能裝下山川的分量。上山途中山風漫漫，聊着就說起了學藝的往事。他們大多10來歲便拜師學藝，天不亮就得起來吊嗓子，一句唱腔磨上百遍是常事，苦功熬透了才算真正入了行。纜車越升越高，當年老藝人踩着石階上山唱戲的路，如今換了模樣，可秦腔裡那股黃土裡磨出來的硬氣，半分沒改。哇，我現在來到了這個廣福村的老戲樓，這老戲樓是明清時代留下來的，兩邊是毛主席語錄，中間是廣前福後。這邊呢，現在雖然已經後面改成了一個倉庫了，可是這個戲樓還是保存下來的。我們今天的這台戲就在這唱了啊。若不死，效應中發來人馬，成才去而都是前去教撒，如不然，又為臣騎槍上馬。吳山的秦腔落定，餘韻卻在我心頭久久未平。這片土地的千年文脈遠不止這一方戲台，我決定循着琴聲繼續深入，走進下鄉開鑼的民間劇團，去探尋西府秦腔最本源的傳承。現在要講在寶雞呢，這邊呢是看一個新生劇團的秦腔戲啊，楊浦以上，他們居然演全本。怎麼樣呀？覺得？非常好看。你平時聽秦腔嗎？最近有一部劇，然後了解了一下。你覺得秦腔是多少歲人能聽的？我覺得是爺爺奶奶那一輩的，但是他們也給我介紹，然後我們來看看這個看秦腔的 VIP 在哪坐，在這裡坐。這個位置好像來遲了還搶不到呢，還是好座位啊。這邊的粽子這麼好看啊！一個3塊錢。嘗一下我們這邊的。
好，这分米也好吃。我们这个是现做的，不是批发的。听到了吗？这边人吃东西不会超过10元的啊。这边炸糕炸的也特別好，好吃。喜歡吃那個糯米的、炸的，那麼這個地方的吃東西我就做的特別精緻啊。我們現在到他們秦腔戲的後台來看一看。他們的後台要搭棚子，然後箱子全都放在這個地方。今天幾點鐘開始起來化妝呢7點多。哇，你們要開嗓子嗎？對呀。這是什麼角色呢？這是淚管，就是皇上跟前站的那個淚絲，沒有台詞，沒有長腔的。這邊還在勾臉，他們都是自己畫的非常精緻。這是丑角啊！那你們這個化妝師也有吧？沒有，完全可以自己畫了。我發現他們這個勾臉，一筆就勾出來，都不用那個打底稿的，都是深厚的，象徵千軍萬馬。啊，這個老師是專門修道具的啊。這是專門寫的，這不是印的啊，這可能4、50年了，這都。你劇團做飯是吧？哦。都誰做飯？只有你做嗎？演員要做飯嗎？演員要幫人。要幫忙啊！我見到了這個團長啊，哇，這麼大的團啊，那你又是角兒，我們終於找到角兒了。馬團長的今晚呢要演遊戲湖全本，什麼贈梅呀、鬼怨呀、殺生呀都得演。然後今天我要好好的看看這個遊戲湖全本是個什麼樣子，據說要演3個小時啊。我們來這個墓裡面看一看啊。老師傅正在做一個梅花，這不第一幕就是贈梅嘛，在這個地方已經放好了一桌。它為什麼技術很高啊？這個它玉樹皮一泡嘛，泡裡面就是那種絲質型的、膠質型的東西。每次演完就晾乾了放下。2次用的時候就要放開水要燙它。老一輩藝術家給我們留下的很好的東西。這個貼在臉上特別舒服，一本戲下來3個小時啊，不出汗，特別舒服。像我們不會把這個彎是圓的嘛，這個本來是直的嘛。這個形要弄出來，假的弄起來就是速度快一點，但是沒有這個漂亮。你從這前頭走嘛，走到這兒以後就是。你好，咱們西湖的秦腔名家，著名登对演員劉蘭平，他的師傅就是咱吹火的創造馬蘭玉老師的徒弟。馬蘭玉老師叫火鳳凰，他是小鳳凰。我本想着在後台隨機採訪，沒想到竟遇到了來探班的劉老師。更驚喜的是，我聽來了不少吹火技藝裡不為人知的細節。松香顆粒粗細分毫必究，差一點都吹不出雲似的火團。舉火把的搭檔要卡準高度角度，下鄉露天演出更得順着風向站位，差一分火就散了形，錯一毫便有灼傷的風險。聊着聊着，暮色就漫了上來，台邊的鑼鼓越敲越密，全本遊戲湖即將登場，我也滿心期待着親眼見證這口烈焰絕活。现在这个游戏湖进入这个杀生的阶段了。锣鼓炸響，烈焰騰空。我站在側台看得真切，熱浪混着松香的澀味撲面壓過來。這就是秦腔8大絕技裡的吹火，始於明，勝於清。
600年薪火相傳，最閒也最見真功夫。他拼的從來不是火勢烈，而是氣息穩，心神定，吹得不精，火就散了形。團火如雲，連火如浪，火光在台面上翻湧，把秦腔的性子照得通亮。我心頭一熱，一定要拜師學藝，要親自領悟這吹火的奧秘。此刻呢，連長來到了寶雞市陳倉區劇院。這個劇院呢，它始建於建國時候，當時呢，帶有這個一些戲曲的一些底子在裡面。後來到了1984年呢，它開始重建。這裡面呢，曾經呢，不但呢播放一些電影，而且呢，還有一些秦腔的演出。直到今天呢，它還被沿用着。像连队長在這個劇院裡面自己在拍。我發现這个剧院很有意思啊，這邊的這種安全門當年叫做太平門，他們還保留這種說法。然後這邊的早期的雅座也都是這樣都在的啊。但是這些椅子呢，還都是以前那種木頭的椅子啊，不是那種後來包裝的。劇院呢，如果經歷了40年，那麼它還是有一定的藝術價值的啊。哇，這邊看到很多這些海報上面都是角兒，馬曉克老師可是這邊的團長啊。照片的第一位就是啊。現在我們到這個劇團裡看一看，跟我一起來。哎，正前方是個大鏡子啊。哇，哎呀，我看老師在這兒。你好，好。走進掛着秦腔藝術標語的練功房，竟然被我遇見了已經91歲的西府秦腔傳承人張新華老師。得知我對秦腔藝術的好奇，他像過去幾十年教過無數徒弟那樣，起身給我露了一手秦腔的魅力。呼吸着滿是松香混着舊木頭味道的空氣，我覺得時間在這裡好像從來就沒有變過。那老師，您看我學吹火可以嗎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只要愛這個，只要愛就行啊。我還真見過那個就晚會上吹火，但是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學這個。戲曲界的各位大人，咱們秦腔界的各位前輩，以耳為師，忠耳為父。雷團長將拜咱們寶雞西府著名老藝人，也是我們陳倉社會的傳承人張新華老師為師。還要請一位見證人，他將是咱們國家一級演員、著名秦腔表演藝術家，我們寶雞新生劇團的團長馬曉克女士，有請。老師，請您收下我的鮮花，希望您不辭辛苦能把您這一生的一些知識呢都傳授於我。好，請徒弟向師傅行大禮，3叩頭。好。師傅，請喝茶。謝謝師傅。恩師寄語，希望你以後把這個秦腔要發揚光大，把這個要記下來，把這個要傳承下去。老師，我一定會努力傳承，勤學苦練。好。我希望咱們雷團長，通過咱們張老師這個言傳身教，把咱們的中國傳統文化發揚光大，傳承下去。好，這就是咱們後繼有人了。謝謝。拜師之後慢慢清楚，秦腔自古分東西兩路，如今常聽到的多是改良後的東路秦腔，唱腔更婉轉，咬字也偏西安官話，唯有西府這一脈還守着最原始的梆子腔底色，腔調更剛勁，咬字更古樸，連身段程式都是口傳心授的老法子，沒經過太多修飾，卻藏着秦腔最本真的模樣。感覺的就3個要領，纏腰、摸柄，這個叫個啥？起裙子。那老師就是我們從那個小旦的出場之後，一直做到開門這，我來學一下這一段啊。先把門打直，把這個開關拉直，手到這麼一大一小旦啊，2個手把門一開，敲到門外前了，看門外前的光景。這個是不對的，原因是手要就這麼，這個管這麼長的，這麼長放這個往上一擺，對，這個腳不能太大，一大了就難看哈。對，唱，對，我要停啊，這邊好唱。練習休息間，張老師給我慢慢講起《遊西湖》這出戲的來頭，原以為就是才子佳人的老故事，聽他掰開揉碎說完，我才知道他講的是李惠娘贈梅定情，含冤化鬼。到最後一腔烈氣全融進吹火裡，整本唱念做打，處處吃功底。側面往上打，走，轉啊，一圈，2圈啊，然後把袖子
一甩，走，然后再一甩，跟着这个惯性，对，就这样。两圈三圈啊，3圈啊。3圈完了啥？ 3圈完了以后把沙弄前面去亮相。走，随着这个惯性就走，不停。哎，好，这个一甩啊，就走这个脚就行。OK，沙就跟着你身子走了，它就不让脚底下踩了。对，拎上去就走哦。先把人提起来，慢慢下去，全身的劲都用到这个脚上。哦，这个膝盖顶到这，哦，就一直这样子下。就得这个膝盖先垫住，先垫住，上身肘住，挪这个脚，挪这个脚，这个脚一下去，屁股再往下坐实了以后，慢慢拧身子，身子往这边拧，吸气，第二个，苍儿的来。好着呢。一趟鬼院练下来，我先领教了披斗篷的麻烦，下摆拖在脚边，动作稍大就踩裙边半步子，放不開身段更出不了韻味。最吃功夫的還屬臥魚，緩緩沉腰，身形浮在半空，半分晃不得，差一點都不對味兒。我剛開始撐不了幾秒就渾身發顫，這時才懂這柔裡藏勁兒的講究。李慧娘那縷幽魂的沉冤與不甘，全揉進了這一沉一定的身段裡。哦，好像舌頭下面啊。塞進去以後鼻子出氣，不能再拿嘴巴出氣了。你要停就停。对，就是這樣。真上手我才知道這功夫的分量，松香含在舌下，稍不留神就嗆進喉嚨，堵住呼吸道。練完第一件事就是趕緊漱口。老輩人說松香傷嗓子，真不是虛的，氣息差一分，火就散了一片，嘴皮子繃久了發僵，連喘氣都捏着分寸。台上一口團火看着驚豔，全是台下幾百上千次嗆出來熬出來的硬功夫。啊，這是我，台上一秒經驗，全靠台下千變打磨。從勾臉描眉到貼鬢整冠，一招一式不敢含糊，一分一厘不敢鬆懈。嗆過的松香，磨過的身段，千百遍的打磨，全傳在這一身行頭裡。化好妝了，現在我來的場是在這個陳倉劇院啊，演出就要開始了。老師已經在台上坐好了，等着我唱戲。這我第一視角拍的，還認識我嗎？
這次匯報演出，張清華老師說特別成功，馬小克老師也給予了肯定。學習這段表演特別考驗記憶力和身體的柔韌性，動作要是太僵硬，根本表現不出鬼魂的飄渺感，還有女性的柔美。所以形體上我一直嚴格規範每一個動作，逼着自己快速記住老師所有的細節要求。演出的時候，我腦子裡就像放電影一樣，把自己一路走過來的人生都過了一遍。這些年我最大的感受是，沒人能真正幫你渡過難關，能拖住你的從來只有你自己。別指望誰來認可你，你得先看得起自己，守住本心，熬過去，才能活成自己的主角。那些摔過的坎兒，燒過的痛，其實都不是懲罰，而是命運給你的淬煉。它在逼你把自己架在火上，一遍遍的鍛造。等你扛過了，那些傷痕便會成為勳章，在你最關鍵的時刻，拖着你站在舞台中央。告別了秦腔，我的冒險之旅又將開始。